ChatGPT 真的太夸张了！大家平时有没有试过想找一些信息，可是不知道哪里去找，或者是平时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做股票研究呢？ ChatGPT 绝对会改变我们的一辈子，我相信你看到最后一定会价值满满，以后你的投资再也会不一样啦。大家好，我是奇葩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多年的投资心得和经验，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 ChatGPT 会给各行各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而对我们的投资也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我们如何可以早人一步利用 ChatGPT 增加我们的投资回报，而不是被淘汰呢？今天我会给大家深度的去探讨，并且用实际的例子来问 ChatGPT 一些投资有关的问题，如何我们来更好的问 ChatGPT， 得到我们想得到的更有用、更有价值的信息，来提升我们的投资回报。回到今天的主题 ChatGPT， 最近我一直有用它，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也有没有，就是 ChatGPT 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在投资股票里面赚多一点钱？大家如果也有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包括你对 ChatGPT 怎么样帮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多一点钱，我们一起来讨论。那最近呢，我真的是用了很多 ChatGPT， 我发现 ChatGPT 真的是又快又好的给了我们很多信息，可以做更好的决定。那在这里想带出一点，就是如果我们问他哪一只股票好，哪一个股票市场好，他是不会给我们意见的。如果我们问他一些笨的问题的话，他也是给我们一些模棱两可的信息，或者是大家在外面谷歌或者用其他的搜索引擎也能找到的信息。那我们要做到的是要学会问一个好的问题。那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额外的娱乐性的教育，其实娱乐之余还有教育的价值。我问了 ChatGPT 给我全球最出名的教育性网站，接着他就告诉我无法给我。后来我用另外一个角度问 ChatGPT， 结果他真的给了我许多全世界最出名的教育性网站。由此可见，学会问一个更好的问题，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更有用的答案。给大家马上来个例子，我问 ChatGPT 哪一个股票市场是最值得投资呢？他告诉了我一些很简单的常识。他说股票市场的投资价值受到许多的影响，包括市场的规模啦、国家经济的状况啦、政策啦、行业前景啦、公司财务状况啦等等，就叫我们去寻找专业的金融顾问或者其他合资格的专业人士。大家看到 ChatGPT 是很怕得罪人，没有任何主观的。在我的学生群里面呢，马来西亚同学是很多的，所以我为了他们问了一个许多马来西亚同学都感兴趣的，就是奇葩爸为什么不看马来西亚股票，或者马来西亚股票市场里面有哪些好的公司可以投资的。 ChatGPT 看到了马来西亚过去的股票市场表现都不太好，继续问他为什么马来西亚股票市场过去一直都不好呢？他给了我以下的一些因素。第一个，政治的稳定性。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在过去的总理包括 Najib 都是有一些问题，而马来西亚的国民都是用了选举来寻找一个合适的总理，所以马来西亚过去几年都有新的总理和他的内阁的出现。政治的稳定性对一个经济的发展是关键，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的体制下，有利于企业家和投资者做长远的规划，也有利吸引外来投资者。第二个影响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是能源的价格的波动，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主要的能源出口国。那我们知道，直到2022年之前，石油的价格是不断的在往下走，这也对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带来很多的负面的影响。第三个是经济和贸易的情况。马来西亚是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过去几年全球的经济放缓，这个也对马来西亚的出口和经济的状况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导致股票市场的下跌。而最后马来西亚的
政府的财政政策也会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包括税收啦、支出啦、债务的状况也是会影响马来西亚的股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是很快的在短短的几十秒之内总结了为什么七爸爸觉得马来西亚股票市场长远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地方，很难有我寻找的10倍股出现。那我们又来看一看台湾的股票又怎么样呢？那台湾的股票到现在为止整体的表现都不是太好。ChatGPT 给了我以下的分析，台湾股市的看法是跟马来西亚不一样的。一会儿我们再会看一看其他的股票市场，每一个股票市场 ChatGPT 都给了我们不同的观点，而这些不同的观点在我的看法来说还是蛮准确的啊。我们马上看一下台湾股票市场的表现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第一个是全球的经济和贸易的影响，这个也跟刚才的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一样，因为全球的经济放缓甚至有衰退，对台湾的出口和经济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而跟马来西亚不一样的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我们都知道在台海局势紧张，军事威胁和一些其他不明朗不确定的因素，这个影响了外来投资者的信心，甚至像美国因为担忧它的晶片的生产可能放在台湾里面风险很高，现在都鼓励台积电等的公司到美国去设厂，分散它的生产和采购的来源，降低风险。那这里 ChatGPT 还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口的老龄化。台湾的人口的老龄化也会对股票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进入了退休的年龄之后，他的风险偏好会降低，更加趋向投资一些低风险的，像债券啦，或者是把钱存在银行里。所以这个也对台湾本地的股票市场有所影响。跟刚才马来西亚一样，台湾和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基本上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来自本地的投资者，不是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所以当本地的人口老龄化之后，对台湾股票市场的影响是比较大一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的股票市场为什么在过去几年都不好呢？未来有没有机会发生转机呢？第一个也是全球的经济和贸易的形势，特别是中美贸易战对香港来说影响是颇大。第二个也有地缘政治，虽然香港没有台海这个危机，但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恶化，美国也把香港看成中国的其中一个城市，在不同的政策上也把香港从以前的独立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地方的考虑，来变成中国大陆的一个城市的考虑，而撤走了一些优惠，这个也使到香港的经济和股市都会有一些影响。特别还有美国制裁了一些中国的企业，这些中国的企业在香港上市，也影响到他们的股价，从而影响了香港的股市。另外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人民币的汇率的波动。我们知道很多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它的业务的收入和盈利来自于中国大陆，人民币的汇率降低的时候，代表着这些企业的营收和利润会下降，甚至在它的资产负债表上面的资产会产生一个汇兑的损失，这个也不利股票的价格。最后还有内部的形势，包括2019年的社会运动和之后发生的新冠疫情，对香港的旅游业、零售业和餐饮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我们看到ChatGPT 还是蛮聪明的，它会根据每一个地方的独特的经济来做一个分析，提供不同的信息。我们马上去看一下 A 股市场又为什么过去这么多年的表现都不太好呢？ ChatGPT 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最近是增长放缓了，这个对公司的盈利和股票的表现都会是负面的。第二个也有政策的不确定性， ChatGPT 是美国做出来的人工智能，对中国的政策有不同的见解。我个人觉得中国的政策是充满了连贯性和持续性的，而在西方媒体或者美国的媒体看来，中国的政策是有不确定性。
那在这里 ChatGPT 也提到了中国的金融体系的改革和退市或者是破产带来的投资者的顾虑。我们又来问一下 ChatGPT， 美股为什么过去这么多年平均的回报都是最好的？他给出来的意见是：第一个，因为美股历史表现优异，所以长期以来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资者把资金打到美国去投资美国股票，使美国股票市场里面的资金是非常充裕的。第二个，美国股票市场里面也涵盖了不同的行业和公司，从大型的跨国企业到小型的初创企业，包括高科技的公司都有。这个会吸引不同口味的投资者，还有基金和机构投资者，再加上很多的衍生工具等等，使到美国的股票都是受投资者的偏好。所以我们也看到美股整体来说是比较贵的，但是它的股价也是非常的稳定，甚至是稳定的向上。那还有一点是美股的高度的透明度，而且它的财务信息和业绩报告都是公开的。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是因为它是用英文写的，也适合全世界的投资者，只要他们看得懂英文的话，都可以研究美股来投资美股。最后也是我认同的，就是它长期有它的增长的潜力，因为在美股当中有很多的公司，他们都是看着全世界的市场，这给到它的营收增长有一个很长的跑道。还有另外一点就是美国公司里面还有很多的是高科技或者新经济里面的股票，这使到他们把握了科技发展带来的趋势和红利。那接着我们来问一下 ChatGPT， 新加坡的股票市场为什么长期的跑输美国市场？因为 ChatGPT 给到我们的答案正好是带出了新加坡股票市场和美国股票市场的一个强力的对比，就是一个是非常小的国家看着小的市场，一个是非常大的国家看着全世界的市场。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ChatGPT 给了我们什么答案。第一个，他说相对美国的经济庞大的规模，新加坡的经济规模比较小，所以它的股市的潜力和吸引力也比较小，相对来说要增长的话，它一定也要冲出新加坡这个本地市场。第二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相对其他很多的股票市场来说缺乏了多元性，它的股票主要集中在金融、房地产和消费类，我们刚才所说的新的经济、高的科技，这些未来高增长的行业，相对来说在新加坡上市的公司比较少看到的。我们看完 ChatGPT 给我们这些不同的答案，我个人用了 ChatGPT 之后的心得呢，有以下的几点。第一个，要学会问一个更好的问题，有时候问 ChatGPT 不同的引导性的问题，可能会得到更有价值的答案。第二个，在这个信息年代里面，信息是不值钱的，见解才是无价的。 Information is worthless, insight is priceless。 但是我们可以用 ChatGPT 更快的、更好的，还是更便宜的来收集信息，最终还是要靠我们的脑袋来得到有价值的、独特的见解，做一个更好的决定，这样就可以在投资市场里面赚到更多的钱了。我本人是大量的用了 ChatGPT 来做股票的研究，特别是最近我在专注10倍股， ChatGPT 可以很快的让我知道一家公司它的产品市场占有率跟竞争对手的比较，市场的规模和预期的发展，使到我可以做一个更好的判断。那当然这里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框架来分析这些信息。其实 ChatGPT 只是人工智能很大的一个范围里面一小部分，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叫起点爆发的时间点。以后在我们的商业社会里面，各行各业在我们的个人生活里面都会出现翻天覆地的改变。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公司，它的业务会被淘汰、被颠覆，使到他们的股价会暴跌。而另外一些公司，包括个人，用了人工智能会成为下一个年代的10倍股、100倍股。而刚才我们也看到 ChatGPT 和其他的人工智能也缩小了
了我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在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劣势，使到我们有机会做更好的股票研究。我们需要的是一套完整的框架，把人工智能给我们更快、更容易，并且是免费得到的资讯加以整理的话，让我们可以做到更好的投资决定。人工智能一定会带来一个浪潮，这个浪潮里面会有许多的10倍股，甚至是100倍股。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风口，抓紧这个机会，在这里寻找10倍甚至是100倍股。所以我准备了一个免费的公益课，给大家学习更多的方法去捕捉10倍股。大家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连接，得到这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公益课。那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把今天的内容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咯。